起初，没人意识到这是场灾难，一次地震，一场寒潮，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最后，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检测到您是目前蓝星上最后一名幸存者。根据联合条例，当仅剩最后一名幸存者时，将启用宇宙重启计划。您是否同意引发核爆，启动该计划？还是太迟了。如果高层能早点重视这场灾难，人类就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南天门计划，打造蓝鸟号，制造拯救者机甲，彻底拯救这场浩劫。再见了，蓝星。这是高考考场，我重生了。我竟然重生到了世界危机彻底降临前的3个月。那这次我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提早准备，避免人类进行这次灭种之灾。对，九位同学，考试期间不要左顾右盼的，否则我就判你作弊啊，取消你的成绩。老师，你听我说，世界危机即将来临，人类将遭受灭种之灾啊！现在立刻暂停高考，将此事通知给高层，要快！周远，你小说看多了吧？瞎说什么呢你？我看呀，他就是平时不努力，想趁机偷懒作弊呢。老师，我建议你直接取消他的高考成绩。够了，周远。周远同学，你现在的行为已经完全的违反了考场纪律，我警告你一次，赶快坐下来考试，否则我取消你的考试成绩。各位，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世界危机真的要来了，并且很快就会有预兆的。看到了吧？没错，这场大雨就是世界危机的前兆。接下来这1个月，地震、海啸频发，粮食骤减，人们为了食物大打出手。第2个月，高温危机，一切资源消耗殆尽，人类甚至开始自相残杀。第3个月，丧尸围城，蓝星毁灭。周远，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整天神神叨叨的，打雷下雨你没见过呀，还扯上什么世界危机了？跟你一个考场真是晦气，自己考不上大学，还耽误大家的高考时间。我建议直接把周远赶出考场。周远，10年寒窗不易，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否则你就滚出考场。我现在就取消你的考试资格。老师，坐下。现在人微言轻，看来只能把危机讯息写在作文里，引起高层注意了。2026年6月7号17点30分，儿国将迎来15级地震。18点 ，M 国旧山市上空降陨石群，城市毁灭，无人生还。好了，各位同学，时间到了，考试结束，请放下手里的笔。周远同学，考试结束了，请你放下你的笔。我让你把笔放下。再不停笔，我立马取消你的成绩。不行，这场危机关乎人类存亡，就算取消成绩，绝对不能停下，不能停下。总算写完了，希望这次可以引起高层的注意，帮助人类度过这次灭天之灾。末日危机，2026年6月7号15点30分。
二国将迎来15级地震。这个周远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竟敢在试卷上乱写一气，公然藐视考场纪律。危机预言，这平时短剧看多了吧？哗众取宠啊！纵观整个人类史，就仅发生过一次10级地震，其威力堪比6666颗光导原子弹。他还写15级，怕是没有一点脑子吧？哎，地震了！哎呀，地震了！王老，不好了，隔壁二国发生特大地震，震感都传到我们龙国了。什么？二国真的发生地震了？今日17点30分，二国突发特大级地震，破坏力惊人。目前，整个二国已沦为废墟，沉入海底。据各国专家测量，此次地震已超越人类所制定的12级范畴，达到恐怖的15级。15级？真的是15级？周原的危机预言应验了。王老，不就场地震吗？什么危机预言？周原又是谁？你又在说什么？世界地震评级最高只有12级，而周原精准地预测到了15级，就连时间地点都精准地预测到了。我有种预感，这试卷上的危机预言恐怕是真的。危机预言只不过是考生瞎写，正好碰上罢了。二国是岛国，地理位置特殊，地壳板块活跃，发生地震是常有的事儿，只不过这次大了一点而已。18点 M 国旧山市上空降陨石群，城市毁灭，无人生还。您看这第2条，一言讲 ，M 国可是科技强国，军事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别说什么陨石了，就算是有志蚊子飞机领域，他们也能提前用导弹拦截呀。不对，这第1条预言已经应验了，这后面的如果是真的话，这事儿可就大了。不行，我必须得向上级反映。喂，老刘，赶紧来趟阅卷室，要出大事了。老王，出什么大事了？老刘，你快看，老王，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儿。我可是把整个蓝城的精锐全调了过来。老刘啊，二国刚发生完15级大地震呐，这个试卷上的危机预言那是真的呀！赶紧把这个事情禀报江南总督。老王，你都年过半百了，怎么还跟着学生瞎胡闹？无稽之谈！你让我上报给江南总督，你是真不怕我们掉脑袋呀？啊！哎，老刘，你得相信我。M 国旧山市3分钟以后将会在陨石群坠落中被摧毁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上报江南总督，着手准备，否则人类将会在3个月以后的世纪危机中灭绝的。老王，你怎么越老越糊涂呀？好，我就陪你等这3分钟，我倒要看看这危机预言到底是真是假。哎，快坐。王老，我把热搜和国际新闻翻了个遍，并没有发现 M 国旧山市陨石群坠落的报道。老王，你看你压力大的，几句玩笑话就把你弄得紧张兮兮，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难道真是周原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危机预言是假的？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就在刚刚 ，M 国上空突然出现大量陨石坠落。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就在刚刚 ，M 国上空突然出现大量陨石坠落，事发突然，目前整个城市已沦为废墟，无任何生还者。这怎么可能？陨石坠落，竟然真的有陨石坠落！灾难发生的时间、地点、伤亡人数，一字不差呀！这试卷上的危机是真的，周原的第2条危机预言又应验了。老刘，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江南总督打电话呀！
不，要向更高一层汇报。喂，什么？危机预言？还必须上报给国家层面。老刘，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刘少强，你听听我的语气，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赶紧查看邮件。喂，报告。什么？世界危机？已经将周元的试卷上报给了国家，不知道高层会如何应对。报告！报告刘总督，神秘专线急电。什么？神秘专线？难道是龙王殿高层打来的？事态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吗？刘少强，立刻封锁周元的试卷信息，绝不能让消息流传出去。这个声音是北域龙王，请北域龙王放心，我一定听从指示，全力执行。根据周元的事件内容，龙王殿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联合各国的顶级科学院研究。周元的危机预言具有极强的真实性。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吗？三军总督刘少强听令，我以龙国北域龙王身份向你下达指令，立刻找到周元，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的安全。此次任务等级是最高级。是。传我军令，启动最高戒备，率三军迅速前往南城，以最快的速度寻找周元。是。禀报刘总督，已经确认周元就在该考场。好，你们几个跟我进去，在我没有见到周元之前，一只蚊子都不要给我放出去。是。什么情况？真情实弹，竟然连江南总督都亲自到场了。今年这高考，搞这么大阵仗吗？怎么回事？已经1天了，前面几条危机预言都已经成为现实，难道真没人注意到我试卷上所写的内容吗？考试开始，希望大家遵守考场纪律。某位同学，希望今天不要再有昨天的类似行为发生。下面开始考试。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将拯救者机甲和鸾鸟号的设计图画出来，必须马上实施南天门计划，才能在危机来临前有一线生机。周元同学，你又在乱写乱画什么？这是高考，这是考试。老师，昨天的新闻你看了吗？2国地震，M 国陨石坠落，世界危机真的要来了。我写的这些，可是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周远，你今天又没睡醒，还世界危言，满口胡言乱语。就算世界危机真来了，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平时小说短剧看多了，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啊。算了，跟你们这群人是说不清楚了。既然不信，到时候你们就等着看吧。周远，你到底有没有啊？整天神神叨叨的散播谣言。现在扰乱课堂纪律，后果这么严重，真枪实弹，连军队都出动了。我是江南三军总督刘少强，现奉上级指示接管这里，请你们配合。配合，当然配合了。
不知道您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谁是周元？长官，他就是周远。他不仅扰乱课堂秩序，还散布谣言，引起社会恐慌。请您务必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抓走。设计竟然如此精妙，简直比龙国顶尖研究所的那些科学家想法还要超前。周元绘制这些机甲图纸，究竟是要干嘛？难道世界危机是真的？刘总督，等了这么久，你终于来了。你认识我？江南三军总督刘少强，龙国顶级科学研究院总负责人，龙国军事副指挥使，龙国核打击密钥拥有者。上一世爆发丧尸危机，你可是能以一敌百的超级兵王，谁不认识？妈的！老子的档案可是国家级机密，就算是世界顶尖黑客都查不到。周元这小子怎么了如指掌？难道他真能预知世界危机？高考终止，周元留下，所有人立刻离开，我要将这里清查。长官，高考至关重要。住嘴！现在还有什么事是比周元更重要的？清查！刘总督，你立刻带着这张设计图纸前往龙国科学研究院，打造拯救者机甲，不然3个月之后的世界危机，我们都毫无抵抗之力。周元，回答我，你为什么知道世界危机要来临？因为我是重生者。周元，你知不知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你竟敢用这么荒唐的理由来糊弄我们！我们已经启用了最高警戒。现在所有的三军精锐都在外面，你再不老实交代，小心我们饶不了你！你们动不了我，也不敢动我。刘总督，我说的不错吧？若换做常人，这种情况下早该吓得尿了裤子。这周元是怎么回事？不仅心理素质远超他人，甚至连上头对我所下达的命令也预料到了。难道他真是重生者？周元，现在这里只有咱们2个人，这件事关系到龙国亿万人的声威，请你务必认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刘总督，你知道代号 G499826W 的南天门计划吧？你只要将该计划上报高层，就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话句句属实。禀报北翼龙王，我觉得是咱们小题大做了。我已经见到周元了，这个周元神神叨叨的，竟说自己是什么重生者，还说什么 G499826W 南天门计划，简直闻所未闻。你说什么？南天门计划及编号，那是龙王殿刚刚在紧急会议中敲定的，那是龙国的最高机密。他周元怎么会知道？周元，难道你真是重生者？刘少强，经高层一致决定，将周元视为龙国的最高机密，对外封锁一切有关周元的消息，并将他安全地带回龙王殿。是。周元，我为刚才的质疑和行为对你表示歉意。现在能否恳请你跟随我回龙王殿，为3个月后的世界危机拯救龙国人民于水火之中？来人，传我令，立刻疏散所有人群，中断整个南城信号，绝不能让今天发生的事传出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连高考都被终止了！听说江南三军总督是为了名考生清场，但总感觉不太可能啊。哦，我去网上问问。哎，我手机怎么没网了？哎，我的网也没了，好像整个南城的网都被切断了。难道是为了保护防弹车里那个人，怕我们把画面录下来？这车上到底坐了什么大人物？难不成真的只是名考生？
江南三军总督刘少强参见北域龙王。祭见龙王，为何不拜？朱元，龙王面前不得无礼，赶紧跪下！区区北域龙王还不配让我跪下？大胆周元，龙王面前也敢放肆！朱元，你在胡说什么？敢跟龙王没大没小，你想死吗？北域龙王，他只是个高中生，不懂规矩，请您千万别怪罪他。周元，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放眼整个龙国乃至全世界，你是第一个。跟走，老爷，快！老爷，老爷，你不要命了？赶紧出来！你可是龙国最后的希望呀！出来，出来！老爷，周元，老爷，你和这些百姓才是龙国的未来，答应我，一定要完成南天门计划，把龙国从世界危机中拯救出来。龙国的未来就靠你了，老爷。我当然知道你的身份，北域龙王，一国之将。在我重生之前，你是第一个察觉并应对这场世界危机的人，也是第一个死在我面前的人。周元，你真是活腻歪了，竟敢对北域龙王不敬！他可是当今龙国最强之人，就算是危机爆发，也绝不可能轻易死去。住手！怎么回事？这种危急关头，周元都不露怯，他的身上不仅有股远超同龄人的沉重，甚至我隐隐感觉到有种北域龙王般那久居高位的淡然和威严。龙王，您的身份可是连龙国掌座都要敬重七分，周元他竟敢用此般态度对您，还满口重生者这种无稽之谈，压根儿就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就应该将他当场诛杀。周元，我相信你，所以请你告诉我，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场世界危机？龙王，你怎能这么轻易就相信周元？纵使那份试卷上后续的危机预言是真的，但是重生者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说实话，我镇守了龙国多年，无数次的出入鬼门关，什么场面我没见过。但是当我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杀气与煞气。这哪里是什么毛头小子，分明是一个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老将。所以我相信你。根据你试卷上后续的预言，距离世界危机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紧迫。来，跟我说说你的计划。抱歉，即便你是一国之将，龙国镇守使，但想知道我的计划，你还不够格。他不够格，周元，你别太狂妄。龙王的身份在整个龙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掌座都要敬他7分。若他都不够格，难道你还想见掌座不成？不错，我不仅要见龙国掌座，我还要见龙国所有高层。周元，你在胡言乱语什么？龙国高层岂是你一句话就能轻易见到的？你的危机预言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上了前2则，后续真实性并没有得到100%验证。若你真是重生者，就拿出足以让我信服的证据，而不是在这里大言不惭、痴人说梦。证据：龙国战神朱雀，现8星级战将。麾下共有36旅，总火力为。最后，在你左胸口的3寸之处，有一块梅花形的胎记，对吧？污言秽语，周元，你放肆！老爷，明早8点，我一定要见到龙国首座。不仅如此，我还要见到龙国所有的高层。3个月后，这场世界危机，龙国只有全力以赴，人类或许才有一丝的希望。请你相信我，危机降临，我见过千万百姓流离失所，我见过血色染红龙国山河，我见过大厦将倾，国将不国。这些画面，我不想再见第2次了。立刻出发，8点前赶到国会。是。各位，周元的身份平平无奇，没有丝毫背景，但却精准预言出了这几日在他国爆发的世界危机。对此，诸位怎么看呢？关于危机预言啊，我始终觉得是无稽之谈。刚才与刘少强通话得知，周元竟说自己是重生者，这简直是荒谬至极。秦老，你怎会同意这样的人参加国会？我赞同钱老的说法。
周原试卷的危机预言根本毫无科学依据，更像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就算后续预言是真的，他不过是个高中生，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看完这个，你们就会觉得这场国会就算没有我参加，周原也得在。这是竟是能应对各种极端环境的拯救者机甲。蒋氏在临终前曾提出过概念图，我率领龙国顶尖科研团队苦心研究了30年，都未能实现。秦老，这难道是周岩绘制出来的？鸾鸟号，这竟然是鸾鸟号啊！构造如此精妙，设计如此的超前，这简直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呀！秦老，这真的是出自周原之手？这些设计图是刘少强亲眼看着周原绘制的，随便拿出一张都能让我龙国一履世界之巅。今日的国会，恐怕没有人比周原更有资格参加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周原他不过是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设计出如此超前的科技产物？莫非他真的是重生者？若周原真是重生者，那我们所制定的南天门计划恐怕难以抵御世界危机的到来啊！根据周原的预测，这1个月以后，地震、海啸频发，酸雨将会连绵不停。这海洋面积将会从原先的7成变为占据蓝星9成，届时人们将失去大片的领土和食物啊！我建议举全国之力打造诺亚方舟，即使最后蓝星变成一片汪洋，我们也有立足之地。恕我直言，你们这些想法与建议根本不可取，无法在3个月后的世界危机中发挥任何作用。老秦，老秦，好久不见啊！秦老，我与第6支部为掩护2000龙国难民全体牺牲，陆路第4部队弹药用尽，打起人墙，肉身抵抗，2波丧尸潮，为3000龙国子民争取到了黄金的15分钟逃难时间。第4海域、第5海域爆发特大海啸，第5、第8、第10世纪全部失联。秦老，我们就要撑不住了。秦老，你没事吧？秦老。上一世世界危机全面爆发，龙国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比其他各国都生存了1个月，只可惜最后累死在了指挥台上。老秦啊，看到你现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我就放心了。周原不得放肆，这可是龙国长族秦老。你认识我？当然，老秦，你可是龙国的定海神针呢。对了，你务必看下这个。竟然是周原，你现在才是龙国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啊！诸位，有了它，我龙国定能度过此次危机。不仅秦老亲自迎接，甚至连龙国所有高层全部到场。周原对龙国的影响力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龙国9星科研院院士钱老，军工设计院院长孙老，航空航天科技所吴老，9星生物科研院院士赵老，我终于又看见大家了。什么？你竟然认识我们？我们几个人的身份都是龙国的最高机密，知道的人屈指可数。莫非你真是重生者？刘总督，时间紧迫，你不进来工商大事，杵在外面干什么？国会议事重大，刘某身份低微，当然没有资格参加。全球危机降临在即，在座的各位都是为了龙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夏之将倾。多一个人，自然是多一份力量。周原说的没错，刘少强，这次国会你也来参加吧。若逢他以前，
我连来这的资格都没有。现仅凭周原一句话，竟能让我与龙国所有高层商议要事，他在龙国的话语权已经高到这种地步了吗？是。周原只不过是个高中生，有什么资格能坐在那个位置？秦老，这不对呀！北域龙王开疆扩土，保家卫国，立下赫赫战功，理应是给您坐一桌。现在位置怎么让周原给占去了？肃静！这个位置，周原完全有资格。还是说你在质疑我？周原，我听北域龙王说，你有关乎国之存亡的重要信息要跟我们汇报。不错，诸位，3个月之后，世界危机就会来袭，届时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刚才吴老所言，诺亚方舟计划根本就不能制造。还有，如今的南天门计划存在诸多纰漏，必须由我来带领修订完成。大胆周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竟敢说出国将不国这种话！我建议将他赶出国会！肃静！周原，口说无凭，你得拿出改进南天门计划纰漏的方案，才能让在场的所有人信服啊！老齐，还请你把南天门计划的原件给我。接下来，我要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周原，这就是南天门计划。依你之见，该如何改进，才能抵御3个月之后的危机呢？果然，跟上一世的方案一模一样，可惜中间太多漏洞，加上当初时间不足，导致最后很多优质计划都没有实施。完工，这里面至少有4成废案，还有3成有严重的纰漏，其他嘛马马虎虎。不过秦老请放心，我已经完全修订好了。周原，你简直就是在胡闹！我承认你之前设计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几分实力，但仅凭这点实力还不配对我龙国先辈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南天门计划指手画脚。该计划里的全部方案都需要通过精密的计算，哪怕单拿出来1条，也需要至少最尖端的100人智囊团算上3天。你刚刚只不过用了10分钟，也敢在这儿大言不惭？秦老，我究竟有没有说大话？还请你看过之后再做定夺。这是从没见过如此超前的想法，这真的出自一个孩子之手？这怎么可能？经过周原的修订，原本实施起来有困难的方案，竟被他给解决了。我龙国3代人的智慧，竟然赶不上一个高中生。10分钟，周原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在场100位顶尖智囊团耗费20年都无法突破的壮举啊！修订后的方案中里边涉及太多庞大的数据，根本就无法靠人力来计算。周原他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完成计算？世界危机降临在即，绝不允许任何错误出现。秦老，我提议将这2版计划进行对比，以验真实性。我赞同吴老的说法，如此精密的数据，哪怕是用几台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深度计算3天。此事关乎我龙国存亡，必须谨慎执行。秦老，就按咱们说的做吧。今天，我要让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所谓的顶级智囊团，究竟有多么的不堪一击。吴老，实时画面连接成功，是否开始实验？开始。周原，请你好好看清楚，耗尽我3代人智慧结晶的南天门计划，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可以染指的？1号数据连接正常，2号数据连接正常，各项指标正常，成了。现在测试周原方案，
1号数据正常，2号数据正常，各项指标，没反应。禀报吴老，圆满南天门计划数据不仅正常，而且远超我们的预期。而周元的计划虽然已经启动，但是数据没有任何反馈，初步断定是数据异常导致的。你看清楚了吗？我们龙国先辈耗费多年心血，岂会比不上你？既然第1阶段实施成功，马上执行第2阶段。原版南天门计划虽说有缺陷，但也经过精密计算，跑出来的数据应该只在固定范围内，怎么会远超预期高出这么多？不好，立刻停止，绝不能实施2阶段。周元，到底要干什么？南天门计划关乎3个月后整个龙国的存亡，难道你想让亿万龙国子民葬身在这世界危机当中吗？不是的，你们的实验数据看似远超预期，其实已经抵达了临界值。若继续实施2阶段，那整个南天门计划数据必然崩溃，危在旦夕。周元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功利心竟然这么强。你只不过是看到自己的方案在实验中没了进展，妄图影响我们的实验进展。我说你小子仅花了10分钟就完成了在场顶尖智囊团耗费20年都无法突破的壮举，原来那些数据都是胡编乱造的。执行第2阶段。是。赶紧停手！秦老，你快让他们停下！一旦实施2阶段，所有数据必将崩溃，整整10年的科研数据资料都会损失的，危机将至，这可是致命打击啊！秦老，别听这小子满口胡言乱语。第1阶段的实验结果你也亲眼看到了，立即执行。是。完了，全完了。南天门计划2阶段进度100%。差点被你小子给唬了啊！我说周阳，现在第2阶段也圆满完成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竟然不听我言，一意孤行，信不信不出10秒，数据必将崩溃。周元，现在第1阶段的都已经失去了动静，竟然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大放厥词！吴老，不好了，实验数据崩溃了！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抢修啊！第1阶段资料至关重要，那可是我龙国智囊团10年的时间啊！抱歉，吴老，所有的资料都毁于一旦，我们尽力了。竟然真让周元给说中了，数据真的崩溃了。我警告过你们，可你们就是不听，执意要实行。周元，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说风凉话？完了，都完了！南天门计划失败了，3个月后，世界将陷入危机，龙国岂不是将不复存在？实验还没有结束，龙国怎么可能会不复存在？周元，你的意思是那些被删除的资料，你有办法恢复？不，秦老，我没有办法恢复这些资料。不过，你可以用我改进版的南天门计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危机。周元，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我们的方案起码撑到了第2阶段，你的呢？第1阶段就没了动静。等一下，吴老，动了！周元的实验数据动了。1阶段进度100%，2阶段进度100%，最终进度100%。吴老，周元南天门计划通过了所有的测试，完全能够在3个月城市危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元，为了龙国的子民，为了人类的未来，请你务必协助我们，共同抵御世界危机啊！
老秦，时间紧迫，我必须彻底完善南天门计划，同时需要紧急征兵1个亿，国家启动红色警戒，禁止对外贸易，召回所有海外国人，闭关锁国，共同抵御世界危机的降临。什么？我看你真是疯了！你知不知道征兵1个亿是什么概念？你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吗？启动红色警戒，禁止对外贸易，这无疑是自己切断了龙国的经济命脉。若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我们该怎么完善南天门计划？又该怎么抵御这场世界危机啊？是啊，秦老，千万不要听周原的，100年前的教训是我们所有龙国人心中的痛。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即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听我的，难道要用你们那些还没有通过的2阶段的计划来面对这场全球的危机吗？诸位，龙国危在旦夕，你们就这么在乎荣辱吗？难道你们就想看到3个月之后家国破灭，妻离子散？你们想看到血染河山，同袍相残？你们就想看到山河欲碎，国将不国吗？一群贪生怕死、沽名钓誉之辈，你们对得起你们身居高位吗？你们对得起我龙国亿万子民吗？你们对得起那逝去的千万的忠魂吗？诸位，大事倾轧在即，愿闻天清者，请起身。敢问天清者，请起身。没想到周原这小家伙竟能对龙国做出此般觉悟，确实比在场这帮人强太多。看来之前小瞧他了。北域龙王叶浩天愿率龙王殿全体将士全力协助周原，挽大夏之将倾，抵御世界危机，护我龙国山河。江南3军总督刘少强愿跟随北域龙王，协助周原，拯救龙国百姓于水火之中。恳请秦老下令成全。我南明总将林天，东郡统领萧北，我西都都统李奇业，我们皆愿协助周原，保亿万子民，护龙国河山。恳请秦老下令成全。我们皆愿协助周原，保亿万子民，护龙国河山。恳请秦老下令成全。好，好，先辈们，你们看到了吗？危难当头，我龙国的好儿郎们的惊惧力，你们看到了吗？即刻起，封周原为龙王殿总指挥，启动国家红色警戒，紧急征兵1亿，停止对外贸易，征召所有国人回国，闭关锁国，共同抵御世界危机。你说什么？龙国有难？好，我现在就回国。大特将，你怎么了？授予荣誉绳可是你晋升院士最重要的一环。抱歉，没有时间了。现在龙国有难，我必须马上回国，区院士而已。不要也罢。What？ 大特将 ，Are you crazy？ 这可是 MIT 最重要的科研院士，全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殊荣，为了龙国，值得吗？答应我，留下来，我可以给你 M 国国籍，金钱、地位、名利都能满足你。龙国先辈曾说过一句话：“粪土当年，万户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祖国危难当头，我岂能置身度外，为粪土苟活？”各位，龙国这几日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推测他们背后肯定在搞什么大阴谋。
中国人这是要干嘛呀？不仅启动了国家红色警戒，而且举国征兵1个亿呀！难不成他们想对周边各国展开行动？他们禁止对外贸易，召回所有海外邻国人，对我国经济体造成了严重的崩盘。科研院士出走大半。各位，龙国此番行径未经商议，严重影响各国经济体系。我严重怀疑他们狼子野心，通过此番行径削弱我们的实力，好一口吞下。龙国人真是好大的胃口！绝不能再放任龙国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派出西方至尊及各地区战神使，质问龙国此番行为究竟为何。没错，各国立刻派出战神使前往龙国。此次谴责会必须开启全球直播，不必要当着全世界的面压一压龙国嚣张的气焰。举国齐心，其利断金呐！没想到短短3日，龙国就完成了征兵1个亿的壮举啊！海外国人悉数回国，已经投入到抵御世界危机的工作当中喽。哦，对了，周远，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呀？第1阶段的酸雨末日马上就要来了，这场大雨将持续1个月不停息，海平面持续上涨。届时，我们需要在3日之内将海岸线内的所有居民全都撤离海岸线为100公里，同时全球地窖开始活跃。我们也需要尽快改造好抗震避难所。危机这么快就来了吗？既然酸雨会下1个月，那岂不是会影响全球的农作物？纵使我龙国粮食储备丰富，但在亿万百姓面前，也撑不了几个月呀。周远，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现在修筑抗震避难所，时间怎么来得及？几位不要着急，这些事情我早就有了应对之策。老齐，把之前给你的文件拿出来吧。居然是，怎么可能？太完美了！这个计划不仅完美的解决了粮食问题，还精准的标注了此次地壳活跃的坐标。只要错开这些坐标，修筑避难所，完全可以在世界危机的第2阶段竣工。没想到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出如此完美的解决方案。这可不是周元现在才想出来的呀。这可是龙国的定海神针呢。对了，你务必看下这个。什么？周元竟然在这么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份计划？周元，感谢你帮我们完善了南天门计划，还解决了我龙国子民在世界危机中的生存问题。我们4人为之前对你的言行及态度深表歉意啊。行了，不好了，出大事了！M 国派出西方至尊，联合周边地区的战神使，说是要开启全球直播，当着全世界的面向龙国问责。又是这个 M 国，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国家，就喜欢到处挑事儿，居然还敢跑来问责我们，真是胆大包天，真把自己当成全球霸主了。当龙国启动红色警戒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肯定要找上门。居然联合了这么多国家，不就是征兵了1个亿吗？至于这么害怕吗？他们来势汹汹，现在又是南天门计划执行的关键时期，我们要见吗？见，为什么不见？老秦，这件事情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别看他们来势嚣张，我定让他们夹着尾巴走。周元，这个时候可不要胡闹。西方至尊连北域龙王对付起来都有些棘手，更别提那些战神使，个个都是1000年的狐狸，你个高中生怕是对付不了他们呀。好，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了。秦老，不可呀，这是全球直播，面对各国顶尖战神使，怎么能让周元出席面对？没错，这次问责来自各国的压力太大了，不是周元这孩子能承受得起的。周元，这种时候你可千万不能逞强。现在正是龙国需要你的时候，一旦你在这场谴责会上失利，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万劫不复啊！放心吧，老秦，想想我龙国儿郎
纵使面对全球危机，依然面不改色。这区区几个战神使，又岂能让我心生畏惧？说得好！既然周元曾在这里说服了我们，面对几个战神又有何惧？我相信他，希望你们也相信我。让西方至尊及各国战神使入场。是。你们龙国什么意思？派一个高中生出席此次的谴责会，是没把我们各国放在眼里吗？龙国真是好大的面子，我们各国战神使联合起来，都请不动你们秦老出山。这次会议可是全球直播，我希望龙国端正态度，拿出一个有资格可以参加谴责会的人，否则我将视为龙国公开挑衅各国。我周元，秦老钦定的龙王殿总指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便是北域龙王在此，也要对我俯首称臣。难道这个身份还不够出席谴责会吗？不可能！龙王殿总指挥，你不过是一个高中生，军衔等级怎么可能在北域龙王之上？休想唬住我们！没错，全世界都在看这场直播呢。难道你们礼仪之邦的龙国就是这样满口谎言吗？小子，我与北域龙王交手多年，其心性和实力我最为清楚。他会向你臣服，你就不怕被他知道之后摘掉你的脑袋吗？谁敢质疑周元？什么？北域龙王叶浩天，龙国战神朱雀，参见龙王殿总指挥。请起。这家伙的身份真的是龙王殿总指挥使？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在他一个高中生身上，居然看到了千军万马、力不可挡的气势。我现在有这个资格了吗？既然没人敢反驳，那就请大家说明今日的来意吧。没想到周元仅凭一番话，便将在场的所有战神使都给镇住，真是少年英杰呀！言行举止所展示的气势，丝毫不输于大将风采，就算是北域龙王，也要略逊几分了。周元让在座所有战神使心生怯懦，哑口无言，简直扬我龙国之威。秦老，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让他出席这场议会了。先辈们，你们看到了吗？各国列强担惊受怕、恐慌的样子。我们站起来了，他们就再也不会让我们弯下腰。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龙国亦如你们所愿。怎么，各位可都是各地区的代表，代表着国家的颜面，你们可都是精英啊！怎么到现在连一个喘气儿的都没有？这小子目中无人，简直嚣张至极。小声点，千万别让他们听见。龙国现在已经完成1个亿的征兵目标，军事实力强大，所以才敢如此挑衅。为了我们的国家，千万不要当这个猪头鸟。老子派你去是干什么的？快问了，竟然被一个高中生给镇住了，以后我们国家的脸往哪搁？这可是全球直播，要是沦为了世界笑柄，你就回来等着切腹吧。不错，总算有一个有勇气能站起来的，其他那些没吱声的，可要向他多学习学习呀！可恶，这是在拿我们当幼儿园的孩童吗？敢问统战部总指挥，你们此次征兵1亿，是打算与我们开战？向你们开战，一个泥丸小国罢了，你们也配？你什么意思？你是在侮辱我们？抱歉，我并没有针对你，我针对的是在座的所有人。凭你们也能让我龙国征集1亿的兵？好狂妄的小子！
现在可是全球直播，你的态度，我是不是可以认定为你在向我们各国宣战、各国挑衅？小子，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难道你们龙国真的打算与我们各国为敌吗？劝你们撤销红色警戒，取消征兵，然后让龙国长座向我们公开道歉。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肃静！想见我们龙国长座，你们也配？我龙国想做什么事情，你们也有资格去质量了。我知道你们在害怕龙国，害怕龙国的子民，害怕龙国向你们宣战。当然，你们既然害怕，既然畏惧，那就不要在这里高高在上、耀武扬威地指责我们。倘若我们真向你们开战的话，那你们有谁能拦，又有谁敢拦？认清你们的地位，端正自己的态度，否则你们就都可以从这里回去了。长宗，你听到了吗？龙国人到现在不肯告诉我们征兵的意图，莫非他们真的打算与我们开战？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他们低头，恳求这小子告诉我们征兵一役的原因？低头吧，这条苏醒的巨龙我们惹不起，巨大动作的背后可能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存亡，一定要知道答案。恳请总指挥告诉我们贵国此次启动红色警戒征兵一役的原因。恳请总指挥告诉我们缘由。低头了，他们都低头了。各国战神心当着全世界的面向我龙国低头了。此情此景，终于载入我龙国史册呀！周元，真是好样的！周元，龙国有你，真是大幸啊！你不仅是龙国的骄傲，你是龙国的荣耀。我龙国一直秉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既然看大家诚意满满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们，这场巨大的行动背后隐藏的真相。世界危机就要降临了。世界危机？你是在耍我们？小子，你敢当着全世界人的面让我们低头，并出来戏耍我们？这种荒谬的理由也能扯出来，演都不演了是吧？我看你们龙国就在背后里打算与我们各国开战。看看吧。除了这2场极其严重的世界危机之外，我知道现在各国内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危机事件，这些就是世界危机来临前的预兆。你是认真的吗，小鬼？像这种自然灾害每年都有，偶尔发生几起特大的自然灾害也不稀奇。你既然以此作为世界末日的前兆，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疯了！你们龙国人都疯了！如果这就是你们征兵一役的理由，那么我可提前离席了。看看吧，这张试卷上所写的内容，就是在预示着接下来各国会发生的危机。马上，第一危机酸雨就会到来，届时全球粮食将减产8成。若你们各国不做出及时的应对之策，这就是你们亡国的开始。长座，你听到了吗？看来是我们想多了，这龙国哪里是什么觉醒的雄狮，分明还是当年那头病猫。危机预言只不过是你个高中生的臆想，毫无科学依据。我们 M 国的气象世界一直位于世界之巅，你口中的酸雨将士根本是无稽之谈。没想到龙国高层竟然任由一个孩子胡闹，真是没救了。我秉承的人道主义好心提醒，没想到你们竟然是如此的麻木不仁。好，那你们就等着吧。各位，既然龙国此番行径是个笑话，那我们就没必要继续与他们胡闹下去。我宣布，此次谴责会正式结束。多元啊，我们龙国一直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危机关乎整个人类的安危，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把他们叫回来，阐述一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老秦啊，刚才我的所作所为你可都看见了，我苦口婆心的劝说，可他们呢，是如此的冥顽不灵。
世界危机1阶段的酸雨就要来了。最近龙国有什么新动静没？他们那帮疯子撤出离海岸线后100公里，说什么危机1阶段，酸雨来袭，海平面即将上涨。还以为上次谴责会，他们自己用世界危机当幌子，在背地里搞什么大动作，害得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没想到是群脑子进水的家伙，好端端的哪来的世界危机，还酸雨，看着外面多风和日丽的。世界危机！世界危机来了！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我跟你和那帮脑子的龙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就一个雷声把你吓成这样。龙国那帮脑子进水的家伙，不是说今天有酸雨吗？酸雨呢，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我现在就出去看看。周指挥，目前所有的百姓按照您的指示已经撤离完毕，是否开启酸雨防护屏障？开启。停止了，酸雨的腐蚀竟真的停止了。周元，若是没有你开发的这套酸雨净化系统，龙国的粮食跟水源啊就会被污染了。你真是我们龙国的大救星啊！长座，不好了！长座，这场酸雨来势汹汹，降水量更是远超以往，海平面在不断的上涨，直逼海岸线而来。若再不采取措施应对，恐怕我们龙国的子民都要被海水淹没呀！什么？周元，这怎么办呀？放心吧，老秦，关于这些，我早就有了应对之策。钢铁长城计划。根据我们的监测，这场酸雨来势汹汹，堪比那500万吨 TNT 的爆炸呀！再坚硬的钢铁也抵挡不住啊！且不论挡不挡得住海啸，海平面长达数千公里，想在短短的1个月内修筑钢铁长城，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呀！没错呀，这外面的酸雨一直在下，这仅凭人力根本无法施工，这要出去，肯定得付时殆尽了。老秦，你急什么？我既然敢做出这个计划，就一定会有100%的把握。你先翻开往后看看。这是超动力机械臂，花费我们5代人都没有完成的超动力机械臂，甚至在原版的基础上还做出这么精妙的改进。我从事研究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超前的设计呀！有了它，可以代替人工施工，还能不惧酸雨。长座，我现在就安排人执行钢铁长城计划。周远，你又一次帮我们度过了个大危机啊！老秦，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酸雨之下，这面临最大的危机是没有充足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也不知道避难所的人们过得怎么样了。我要去一趟，看看龙国的子民。
禀报周总指挥，您提供的避难所计划实在是太完美了，其中所设计的酸雨净化器不仅完美解决了饮水问题，甚至极大改善水质，种出的食物硕果累累啊！周总指挥，卫星网络与电力设施已经按您要求开始布控，就算世界危机彻底降临，也不会对龙国避难所内的子民们有任何影响。这些帮助龙国子民躲避世界危机的计划，竟然全是周元制作的。张总，钢铁长城已竣工，海啸马上抵达海岸线了，请您下令启动。启动。避难所所有人准备，避难所所有人注意，海啸第一波即将来袭，请大家做好防御准备。快！大家不要惊慌，进入房间后可以互相搀扶，这样可以抵御海啸冲击带来的震感。禀报长座，所有难民都已进入安全区域，请大家做好防御准备。海啸要来了。大家不要惊慌，请相信周元，他所修筑的钢铁长城无坚不摧，一定能够成功抵御这场海啸。结束了吗？海啸的冲击已经结束，我们又成功抵挡了一次危机。长座，海底的多处火山突然爆发，导致整片的海啸朝着我们的海岸线冲击过来了。这一次爆发的能量是上一次的上万倍呀！你说什么？这些海底的火山连这里面都不走，怎么会突然爆发呀？应该是第一波海啸与钢铁长城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传到了海底，这才导致所属火山齐齐喷发。现在海啸群预计还有5分钟到达海岸线，恐怕我们挡不住了呀！怎么会这样啊？完了，这下全完了！一旦钢铁长城抵挡不住，我们龙国就会被整个海洋吞没。我们举全国之力准备了这么久，难道我们注定躲不过这场灾难吗？龙王大人，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为什么危险警报还没有解除？难道我们都逃过这次了吗？不会都要死了吧？不会的，大家千万不要惊慌。通过周元的部署，我们已经做足了万全的准备，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度过这场危机。安抚好难民情绪，海啸即将来临，我们恐怕……什么海啸群？不是说只有一场冲击吗？怎么会突发海啸群？完了！看来我们都逃不过这场劫难了。请大家冷静点，海啸群又怎样？周元所修筑的钢铁长城肯定能和第一波一样，抵抗住后续所有冲击。那可是海啸群，其压力不亚于核武。他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修筑出这么坚固的钢铁长城？就算能抵挡得住，两者碰撞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摧毁整个避难所。我们都逃不掉的。别怕！哎呀，长座，不好了！海啸对也太过激烈了，钢铁长城四面受损呀，恐怕就要抵挡不住了。什么？难道我们真的逃不过这场浩劫吗？老谢，你放心，区区海啸群，他还过不了我所筑的钢铁长城。哎呀，停止了！周总指挥，没想到你在钢铁长城中加装了抗冲击装置，既可以坚不可摧，又有坚韧性，这哪怕在全世界建筑团队当中也不可能做到啊！主任，你小子早有准备，不怎么早说呀你！害得我担惊受怕。叶浩天，在周委员的帮助下，我们成功抵御了海啸群，危机解除。
酸雨啊，终于结束了，周边各国大都损伤惨重，大半已经名存实亡，唯有我龙国损失几乎为零，百姓啊也没有伤亡，甚至还在避难所里诞下了不少的新生儿。还真是多亏了周元啊！不过南天门计划已经彻底完善，那个拯救者机甲和鸾鸟号啊，也都已经打造成功并投入使用。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接下来世界将会进入第2个危机阶段——烈日危机。届时，全球将进入持续高温，整个地表将不再会有任何活物。什么？各位，虽然现在酸雨危机已过，但是各国在此期间损失惨重，我们必须重新整合各国所有的资源，重建文明。酸雨严重导致了饮水与食物的缺失，就算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将各域资源整合起来，也不够。龙国不是提前预知了这场世界危机吗？他们为抵御危机做足了准备，肯定损失最小。想要重建文明，恐怕得求助他们。龙国，就算他们提前预知了世界危机又怎么样？我可听说他们被海啸群袭击，说不定现在都是汪洋一片了，还需要求助他们？不好了！龙国那边发布信息，酸雨只是第1阶段，第2阶段高温危机即将来袭。根本不可能！上次在议会上所展示的试卷后半部分，我已经联合各国顶尖科研团队验证过了，根本不可能发生。龙国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你还信他们的鬼话？名存实亡？什么时候的事情？他们龙国已经备足了粮食，老百姓是丰衣足食，还筑起了数千里的钢铁长城，能抵御海啸啊！什么？1个月？龙国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够修建出抵御海啸的钢铁长城？假的，根本就是假的！龙国竟有如此实力，世界危机当临，我们赶紧向龙国请求援助呀！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我已经找最权威的团队验证过了，高温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龙国就是想趁我们元气大伤，然后放出虚假消息，好让我们俯首称臣。好像说的有道理。气象学这个领域，一直我们走在世界前沿。既然我们都监测不到他们龙国所放出的信号是假的，那帮该死的龙国人，我们伤亡惨重，资源缺失，他们不主动援助就算了，竟然放出假消息，落井下石。我是绝对不会向他们低头的。没错，没错，我们绝对不会向龙国人低头。啊，怎么感觉身上热热的？是不是高温来袭真的要到来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外面烟怎么这么大？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我还不想死，求求你们，救救我！不好，真让周元给说中了。2阶段的高温来袭即将到来，外面的温度达到上千度，连钢铁都能融化。难道我们真的要命丧于此吗？不如我们向龙国求援吧，我真的不想死啊！没错，赶紧向他们求援。只要我们为之前会议室的山道歉，他就一定不会见死不救。赶快去求援！周元，快救救我们！世界危机来了，我们不想死啊！救救我们！周元，我们错了，我们不想死，我们错了。老秦啊，我已经好心提醒过他们，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纵使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空间，也绝对不能接纳他们西域各国狼子野心。就算是这种危机关头，依然会对我们龙国虎视眈眈。我看你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是知道自己要死了。老秦，高温危机过后，外面氟化物太多，会产生大量的丧尸病毒。对，这是抗毒血清的配料，只要大家熬过下一个阶段，就一定能够顺利的度过这场世界危机。
好啊！各部门注意，严格按照周原拟定的南天门计划进行部署，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差池。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发生什么事了？是丧尸病毒！他感染丧尸病毒！大家快散开！弟兄们，抗毒血先进的研发做成功了，按照中国指挥的指示，将其控制住，不要伤和其性命。挡不住了！快拉响警报！丧尸病毒果然爆发了！快压制他们！周元，你快点，我们要压制不住了！我这是怎么了？只要将抗毒血清给避难所的所有人都注射下去，我们就可以预防第3阶段的危机发生。届时，龙国一定会度过这场劫难。世界危机爆发，各域全部消亡。龙国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抵挡住一波又一波的危机，生存到了最后。